这个玩意儿，只要你玩游戏，就不可能不认识它，就是这个邪恶的白胡子老人了，带着他的绿色魔法，不知道让人浪费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在里头，真可恶啊！不过想要问一下大家，在你们的眼里 ，Steam 到底是一个什么软件呢？是个游戏商店，还是吃鸡启动器，还是一个游戏专用的社交软件呢？别的游戏平台叫游戏商店，但 Steam 这个游戏平台不愿称之为一个完整闭环的游戏系统。所以咱们今天就从购买到游玩，从社交到市场，一个视频搞明白 Steam 到底该怎么用。作为一个不用出门就能随时购买游戏的在线商店，每次打开它，首页齐刷刷的一片打折，就跟逛商场一样，还是马上就要拆钱的那种。喜欢哪一个呢？点开扫码就能购买。还有小伙伴会去淘宝买激活码，这些激活码很多是商家低价囤的，有时候会比打折的时候还便宜。但要说怎么买才最划算，这两种方法还不够勤俭持家。在 Steam 上面买游戏呢，有一个折上再打折的终极方法——倒余额。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不过呢，这里要来一个关前提醒啊，因为涉及到钱物交易，所以呢，这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有可能操作不当，或者是不法分子盗取信息，又或者是上错了网站、泄露了密码什么的，大家还是要自己谨慎交易。这里呢，我不会推荐任何一个平台，也没有任何的广告，咱们就随便找一个平台，看看大概它是怎么操作的。八方旅人2原价379元，一方就要50块钱，官方呢还不怎么打折，但用了这个方法可以打个8折左右，立减80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各种市场上面搜集 Steam 里面的道具，从低价的第三方买入，再高价卖到 Steam， 卖出的钱呢就充值进你的 Steam 账户，就有点类似于打折买了一张点卡。首先呢，我们要先确认一下要往钱包里面充值多少钱。就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怪猎，我现在的价格是203，那如果按8、9折来算的话呢，大概就是200到230左右就够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网页里面，在这里输入200到230，然后应用筛选之后出来了这么多，找到价格最低的这个，点开链接进去购买就可以了。交易完成之后，我们再回到 Steam， 在社区市场里面，我们再把刚刚购买的物品给卖出去就可以了。扣完手续费之后，这边就是你能获得的金额了。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8、9折的样子。这个市场行情经常会波动，便宜的时候呢，甚至能找到6、7折的比例。这个时候，小伙伴就可以提前囤一些余额，等到 G 胖打折的时候再用。很多帮忙代购游戏的网店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囤的 Steam 余额。只要不是操作失误，那就只有打折多少的问题，肯定是不会亏的。不过啊，要说买游戏便宜，谁能比得过隔壁医保？每年过节都会送几10刀的优惠券，买什么游戏都能用，每周还送游戏，生怕你不回来看一看。这待遇叫一身衣服真不过分吧？但就和疯狂星期4一样啊，我们会给予出购买外的一切支持。真玩游戏的时候，用 Steam 的还是绝大多数，因为打折谁都会。但 Steam 有个用了就离不开的强大功能——创意工坊。简单来说，创意工坊就是一个官方的 mod 社区，玩家们可以自己动手给游戏增加有趣的内容。什么是 mod 呢？其实就是玩家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游戏内容。这个 mod 可以是一个披风、一把武器，甚至是幻兽帕鲁里的一只帕鲁。不过，怎么你家的帕鲁长得有点眼熟啊？但在创意工坊诞生之前啊，这些制作 mod 的民间大神都活跃在各种开发者论坛。普通玩家呢，想要安装 mod 就要去自己找 mod 资源，下载第三方的 mod 工具，然后手动安装，再调试 bug。这些门槛可以说是直接把入门玩家给拒之门外了。但是在 Steam 这里，如果你的游戏支持创意工坊，那在游戏库里面点开它，就可以翻一翻这个游戏里面大家都在玩什么热门的 mod 了。想要玩也很简单，就在这里面点一下订阅，就可以直接下载了，根本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兼容问题。G 胖也非常明白啊，打工人能想出来的创意终究是有限的，让真正的热爱游戏的玩家加入游戏的开发与创作，才是延续游戏生命力的最好办法。比如云顶之弈这种自走棋的玩法超级上头，它的起源就是 Dota 2的 mod 社区游狼里的一个玩法 mod。再比如吃鸡类的游戏，像是 Apex 啊、PUBG 啊，这些游戏火的程度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但这个玩法最早呢，也是起源于武装突袭的一个大逃杀 mod。可以说没有 mod 就没有今天这么多好玩的游戏。但这些啊，还不是 Steam 的全部魔力。游戏商店有很多，但没有平台可以像 Steam 这样，就算不卖游戏，也是一个好用的游戏工具。Steam 提供了好多平时不会在意，但用起来的时候很方便的小玩意儿。就比如说，现在有好多的游戏都会有一个本地联机的功能，但这年头能找一个去你家的小伙伴用一台电脑玩游戏，那可太
太少了。我估计巨胖也找不到，所以 Steam 就有了一个远程同乐的功能，可以用远程串流的方式让其他的小伙伴加入游戏，一起本地联机。我们只要右键，然后邀请朋友远程畅玩，等于说它的鼠标和键盘就接在了我的电脑上面，而我这边再把这个游戏的画面实时传输给他。好友这边既不需要买游戏，甚至连游戏都不用下。再比如啊，不管是 Xbox 的、PS 的，甚至是 Switch 的手柄，都可以直接在 Steam 里面识别、测试以及修改，堪称一个万能的手柄驱动。比如这种非 Steam 的游戏根本就不支持 PS 的手柄，连接上之后呢，你看按任何的键都根本玩不了。但是如果我先打开 Steam，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个手柄已经连上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Steam 挂在后台，再重新打开这个游戏。你看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可以用了。还有什么云存档啊、开黑语音啊、一键截图之类的小功能，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用。这种都是乍一说你可能会看不上，但真用起来就会一直用下去的。这还没完啊 ，Steam 上面还有一个能让大学生称霸宿舍的功能——家庭共享。当你买了一款支持家庭共享的游戏之后，打开它，你和你的小伙伴可以在各自的账户和电脑上面玩，甚至连存档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不过要注意啊，2个人是不可以同时在线的，只要一个人上线了，另一个人呢就会。Steam 还推出了一个家庭共享的测试版。之前家庭共享呢就是在这里，然后这里就是家庭，在这里就可以管理你的家庭共享的用户。测试版在哪里呢？测试版在界面里面，点开这里一切，切了以后它会下载，然后重启之后你就可以使用测试版了。原来这个共享呢是个人对个人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 A 把自己的游戏库共享给了 B 呢又把自己的游戏库共享给了 C， 但是 A 和 C 之间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现在的话呢，它这个共享就变成了像一个组一样，组里面任意2个人都可以互相借游戏，这下终于像是一个家庭了。这个功能用好的话，买一份游戏就可以给2个人玩，真的是用一次巨胖就亏一次吧。不过也因为太好用、太划算了，现在某宝有些不法商家仗着新人不懂 Steam， 开始利用家庭共享功能卖假游戏，简直令人发指，好吧？这种骗术别说新人了，连我自己都踩过一个坑。你听我细说。正常来讲嘛，咱们买这种激活码，一手交钱，一手交码，拿去 Steam 里面输激活就可以了嘛。但我这个卖家呢，卖的东西不仅便宜，服务还挺热情的，给我发了一份激活教程，让我按着它去激活游戏。一点开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了。PowerShell 的 IRM 指令是从网上下载文件到本地，至于下载的是什么呢？这个文件会篡改你的系统，把家庭共享得到的游戏显示成购买的。好，本来能够免费玩的，我花钱买了，还得谢谢你是吧？谢谢啊！再看看这个文档里面写的啊，什么不要帮美的交税，玩不起就别玩，骗子还打起爱国牌了，这简直就离谱，好吧？要预防其实也很简单，买来的游戏激活码直接在 Steam 的这里输入就可以了。如果卖家让你下载什么其他东西才能激活的话，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遇见这种商家，打个差评都不够解气。提醒一下后来的小伙伴，千万别再掉进这个坑里了。说到评价系统，咱们平时网购完了给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他人呢用来参考一下东西到底好不好用，这套逻辑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这么一个简单的玩意儿，很多游戏商店还真没有。比如 PS5 上面的 PS 商店去年刚刚添加了一个打星星的功能，你可以看到多少人在这里评了多少分，但想要看一下详细评价来参考，不好意思，打不了字。隔壁 Xbox 的评价系统倒是可以打很多字，但我的评价是如评。这个评价系统是跟着你的区域设置走的，那些港区玩家还好，像我这种阿根廷人不认识阿根廷语，看不懂一点呢。而且啊，这个里面没有很详细的筛选功能，很难检索出有用的信息。但你可能很难想象啊，这2个已经算是其他平台里面最好用的了。像什么 EA、育碧这种商店根本就没有评价系统，直接把玩家的嘴堵上了，这真忍不了一点。再来看一下 Steam 是怎么做的呢？当你在商店里面点开游戏，在游戏封面的下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评价系统，是好评如潮、褒贬不一，还是特别差评，看得清清楚楚。想要详细了解一下，你就可以点开这里。
里，系统会根据你的语言自动把其他玩家认为最有价值的评价放在最上面。对于一些长线更新的游戏呢，它这里还有一个图表，能够显示出来什么时候玩家的差评最多，什么时候呢好评率又上涨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评价很有用，那就可以点这个很有价值，帮助它显示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当你用这个 Steam 的手机 App 浏览的时候，在底下评论留言，刷一刷打折游戏什么的，电脑上能做的它也能做。而且你看一下这些评论啊，真的有不少能让人乐出来的，用起来还真有点像这种社区 App。讲真啊，别小看这个评价系统，正是因为这些玩家的反馈，能够很清楚的让所有人看到，质量差的游戏几乎无处藏身，质量好的游戏呢，很容易就能收获一波自来水，游戏厂商们才能够进入良性的内卷当中去。玩家的好评就是最好的宣发，比起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宣传，一个好评如潮，最能证明游戏的含金量。在这一点上 ，Steam 可以说是完全站在了玩家的角度了。所以别看 Steam 这个平台经常被人称为什么什么启动器啊，常年躲在你屏幕的右下角，但从购买到游玩，从社交到市场，G 胖还真就打造了一个属于玩家的完美生态圈。把这个软件搬到 Steam Deck 这种官方掌机上，稍微改一改，它就变成了 Steam OS 了。把你的电脑搬进客厅，打开大屏幕模式，它又变成了一台主机。比起封闭的主机游戏生态， Steam 真的把 PC 平台开放包容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游戏平台有那么多，但唯独这一个永远一次登录不上去的 Steam 能够笑到最后的原因吧。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杰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